这是虾仁大学时候跟舍友学的敲击乐，也算是一门撩妹的手艺。听着这婉转的敲击声，二乔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吃饭的碗和一根筷子在他的手中，竟然能弹奏出这么动听的音乐。4年的时间里，他们想过无数次与虾仁见面的场景，没曾想他是如此平易近人，还懂得足以颠覆他们认知的乐理。苦等4年的委屈，在这一刻消散无存。二位夫人，请赐教。侯爷真是奇才，竟能用碗筷弹奏出这般令人陶醉的乐曲，妾今日真是大开眼界了。爷，能不能再弹奏一曲？妾好喜欢听。Nice， 你就是1周来的使。姑就不明白了，难道姑愿愿意重新扫荡朝堂？终归你还是不愿意留下来吗？你到底是害怕姑，还是害怕一些你无法掌控的事情？魏王，我知道凭你我之间的感情，你是不会对我下手的。可是我这个人懒散惯了，而且喜欢闲云野鹤的生活，待在这繁华帝都真的很不适应。如果只是想出去游历一番，那还不简单？你想出去待多久都行，游历完了回来就是。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天下一统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开始，可是对于我就是结局。你真的决定好了？决定了。好吧，人各有志，既然你去意已决，姑也不便强留，你自便吧。这一夜过后，曹操命曹仁、曹洪等曹氏亲贵们重整三军，虎贲营和龙乡营被整编，县阵营易帅，种种迹象都表明曹操要开始着手瓦解虾仁势力。大哥，外面来了个小矮子，说是1州别驾，想见你。被公子给暴打了一顿，竟然还没有离开许昌，看来是有意投诚。在下1州别将张松，见过侯爷。哟，你这是被谁打成这个样子？我本以为许昌乃天子脚下，最重礼法，却不料我在王府之外，竟然被暴徒当街殴打。更让在下没料到的是，魏王对此竟是不闻不问，人言朝廷已经礼法崩坏。今日看来，果然不假。竟有这事，永年兄放心，此事我会查明，还你一个公道。多谢侯爷。
我们还是开诚布公吧。如今的益州，有多少像你这样愿意归顺朝廷的忠良之辈？侯爷怎么知道？历史上不就是你把刘备给请入川的吗？呵呵，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直说便是。侯爷快言快语，在下也不敢欺瞒。由于事关重大，此事除了我以外，只有主簿法正知情。若能得侯爷首肯，相信会有更多的忠良之辈加入。毕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西川血流成河，苦了川蜀百姓啊。好，魏王那头你尽可放心，我会去道明。不过嘛，魏王生性多疑，如何能让他相信你们的诚心呢？侯爷，此图详细记载了川地要塞、通道、钱粮、府库、屯兵。有了此图，朝廷大军便可长驱直入。历史足足推前了8年，没想到张松的手上竟还有这张图，看来出卖刘璋这件事，他是蓄谋已久。哈哈，好，陛下，魏王和川蜀的百姓都会记住你的功劳的。全赖侯爷出手相帮，侯爷的提携之恩，在下没齿难忘。先生，我安插在虾府外的探子来报，张松刚刚去了虾府，待了半个时辰左右，如今又回了一馆。想来他是被父王羞辱后不甘心，想通过他来完成此行任务。可惜啊，他不知道，如今的虾人已非往日可比了。公子，不管魏王是否准备收拾虾人，这个时候你都不要落井下石，隔岸观火是最明智的选择。怎么了，先生？你应该跑一趟驿馆，去见一见这位益州别驾。见他干嘛？他是想利用虾人来游说我父王出兵相帮刘璋，这种事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以虾人的聪明，他不会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形。可他竟然允许张松在他府上待了足足半个时辰，显然还谈了其他的事。你这样，说清楚了，只是现在从先生嘴里说出，那我便可以更加放心了。那魏王到底还有什么不放心？没有了，说到底，我们只是想在先生的面前确认这话没有传错罢了。请公子转告魏王，此行回川，我定会聚拢忠良之辈，为朝廷出力，免西川战火的。好，辛苦先生了。你现在告诉魏王没用的。那虾人自立之心已竭，怎会没用？公子啊，仲达说的没错，到时候虾人完全可以说并非不交，只是迟了一些罢了。毕竟这西川地形图是今日才到虾人手上。就算时间到了，也不能由公子来揭露这件事。对这个人，你永远不能落井下石。他跟大公子关系过于密切，大公子必定会对他维护有加。你若穷追猛打，魏王肯定会疑心你在夺嫡。公子必须记住，拔除虾人一定要让魏王亲自下手，而不能让魏王觉得有人在推波助澜。若是不加干预，按我的估计，父王最多削权，念他多年功勋，又有大哥作保，虾人可能最后能留下一条命。我也并非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说到底是想把他推入深渊，让大哥为此跟父王生下间隙，这样我才能有一线机会啊。要一击必中，仅凭此图还不够。常文兄，我记得太常和恰与你是挚友吧？不知可有办法说服他帮忙呢？九卿之一的太常，司职祭祀、供奉、天文历法，不是等方面，而其中的天文历法中还包含了观测天象、预测未来吉凶、
给予朝廷提供一些建议。一点小忙没问题，若是要他参与其中，只怕就不用他参与进来，只需要向魏王禀报的奏书里稍稍改动一下内容便可。若只是这样的话，应该不难。好。在曹操大刀阔斧地进行兵集的时候，虾府确实冷清了不少。平日里除了几名交好的将军以外，也就是郭嘉和泽荣会跑一跑。这一日，曹操突然把几名将军全部召集到了王府用宴。诸位都是朝廷的社稷功臣，这些年没有你们的战场厮杀，就不会有今天的天下太平。如今海晏和亲，孤想问问你们心里都是怎么想的。没关系，但说无妨，只要是孤能办到的，一定给你们办了。在座之人竟是与虾仁交好的，这样的场合里，为什么会没有典韦和许褚？谁也没问，可是心中都有了各自的猜想。文渊，灵力山一战，你以300破2万，孤更是听说，如今的江东谁家的娃儿不听话哭闹了？只要一说张辽来了，立马就老实了，当真是一代佳话。哈哈，魏王谬赞了。孤之前听虾先生提起过，你是雁门郡人，自小父母就被南下掠夺的鲜卑嘎了，所以你立志要戍边守国门，可有此事？确有此事。好之下，孤会奏禀天子，封你为马邑侯，10邑3000户，领镇北将军，统兵3万，驻守雁门郡，抵御族入侵。末将拜谢魏王大恩。魏王老朽已年迈，只想回南阳与家小共享天伦，还请魏王成全。海生啊，在座众人以你年长，可你却有廉颇之勇，关中大战你的功绩，孤是不会忘的。你是南阳郡南阳县人，孤便奏请陛下封你为南阳侯，10邑2000户，足够你应天年了。多谢魏王。魏王，雁门一郡多年来遭受匈奴、鲜卑掠夺，而幽州冗长的边境线上，更是有无数鲜卑犯境，甚至连高句丽也会进犯辽东。末将早年侍从公孙瓒，对幽州一带颇为了解，希望能前往幽州戍边。好。孤会奏禀陛下，封你为真定侯，10邑5000，拜征北将军，领兵驻守幽州。在幽州，你虽不参与政事，但孤会赐你专擅之权。魏王厚恩，末将定当铭记于心。紧接着是陈道、李严、魏延、张绣等人，几乎都是拜了侯，顶着足以让他们荣归故里的殊荣了。唯独是高顺被曹昂提议留在身边，想着他本身也确实是个练兵不可多得的人才，加上有曹昂作保，曹操最终还是同意了。奉先，你呢？末将听凭魏王吩咐。夏先生说希望你能重归并州，再扬你飞将之名。这样吧，孤奏禀天子，封你为9原侯，10邑3000，拜镇西将军，领兵戍守并州边陲。可惜有100万匈奴，还是需要你飞将守护啊。末将拜谢魏王厚恩。来吧，诸位，孤再敬你们一杯，祝你们今后的日子都能称心如意。多谢魏王。魏王在下昨夜于问心台上测得星象，西方有紫气笼罩，克星明亮，左星幽暗，显生龙之象。按照星象推算，益州将有逆反贼子作乱，恐犯朝廷中宫。益州能有什么龙？难不成是他刘璋？他要有那个能耐，何至于被张鲁压在西川多年，连步子都迈不开？父王，孩儿愿带兵收复益州，平定奸佞。益州是一定要收复的，不过眼下时机未到，就算放在那，孤还就不信他们能扑腾起多大的浪来。魏王，在下联想到了日前的一件事。什么事？魏王，还记得张松吗？他被魏王呵斥之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许昌。半个月前，他去了一趟虾府，在里面待了半个时辰。那又如何？在下后来亲自登门见过张松，他说他身上有一张西川1市2郡的地形图，上面详细的记录了益州要塞、通道、府库、钱粮与兵马囤积。谁得此图，便等同于得到了整个益州。方才魏王说攻取益州时机未到，在下就想，难道是虾先生并未将此图交给魏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先生对父王忠心耿耿，多年来辅佐有策，若无他辅佐，怎会有今日胜果？他若有一心，何必等到现在？公子，此一时彼一时，如今许昌兵革，跟虾先生交好的将军都分别归降，这些事情会不会让他觉得不安了呢？哼，钟廷尉，若是先生真的扣下了西川地形图，为何你早不报与父王，非要等到今日？在下以为虾先生早就将此图交给了魏王。
若非是太常刚才提及益州生龙，加之魏王似乎还在忌惮益州，在下才联想到了此事。那张松何在？把他找来对质。张松早在见过虾先生，第2日就返回了西川。如此说来，这件事只有你中廷尉一人知情了。公子，在下知道你与虾先生有师生情谊，可这种事情，在下如何敢胡说啊？是非真假，可到虾府查实。若在下胡言，请治祸言之罪。速传令曹洪带巡防营将虾府围住，任何人不得出入。父王，不可啊！伯平，我现在没空跟你解释，听着，立刻将县阵营召集到虾府外，等候我的军令。通知赵云、吕布、张绣、陈道各带1000人守住4门，任何人不得出入。公子，那你去哪？去皇宫调集御林军。先生，我答应过你，保你无虞。今日便是豁出这条命去，也要让你平安的离开许昌。曹昂带着御林军赶到虾府的时候，曹洪正领着巡防营与县阵营形成对峙。公子，我父王呢？我来的时候，巡防营已经包围了此地，未见魏王。子修，这虾府属于巡防营的司职范围，县阵营只负责皇城周边，这样可是逾越了。哦，叔父有所不知，典韦和许褚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仅凭你巡防营那点人马，我怕压制不住他们2人。荒唐！他2人再是骁勇，岂能敌得过我3000巡防精锐？魏王下令重整巡防营，防的就是这1日。你最好掂量身为魏王嫡长子这么做的后果。多谢叔父提醒，我自有分寸。什么权谋心术可以慢慢学，唯独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教不了他的。他若不来，姑也瞧不上他。敢于为了心中的执念践踏这世间所有束缚凡夫俗子的礼法，才能稳稳地从姑的手中接过大业。哎，他要真来了，你打算怎么收场啊？当然是要让他明白，就算他有能力做出选择，同时也是要面对失败后的惨淡。那我呢？这戏总得唱下去吧。昂尔为你铤而走险，你这做先生的不能退缩吧？
你不会想把我丢大牢里去吧？可千万别啊！我去过几次，那地方阴暗潮湿的，还不见天日，遭不住。不碍事的，姑会为你准备天字1号，环境舒适，而且也不会有人去打扰你。我信你个鬼啊！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这次是为了磨练那小子，就没必要折腾你了。到时候姑会封了虾府，反正你们也不出门，这事你就放心吧。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走了，你就好好待着吧。父王怎么样？钟繇所报属实吗？姑好像没有下达调集县阵营的军令，他们为何在此？父王，典韦与许褚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孩儿是担心一旦虾先生罪证确凿，他们会丧失理智，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县阵营在，稳妥一些。子莲，你带来多少人？禀魏王，2000巡防营，其中1200刀斧手，800强弩队。今日为的魏王首肯，就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这虾府。听到了吗？这里不需要你的县阵营，都回去吧。父王，孩儿立刻便将他们带回。走前能否告知孩儿，钟繇所奏是否属实？老曹没有回答，只是从衣袂下拿出了一张帛布，丢到了曹昂的身上。他打开一看，赫然是西川12郡地形图。不会的，不可能的，父王，这一定是设计。莫令亲者痛，仇者快啊！睁大你眼睛，看清楚手中的地图，就是从他府上搜出来的。不可能，先生若要窃取天下，机会何其多。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在这种最不合适的机会下手？我不相信。子莲，带人进去捉拿虾人，敢挡着，杀无赦。领命。父王，求父王开恩，我愿替先生受罚。子莲，动手。我看谁敢。子修，你做什么？县阵营听令，给我围定虾府。今日谁敢破门，杀！领命。你想弑父吗？就算借孩儿100颗胆子，孩儿也不敢。不过父王不是一直让孩儿学会自己做主吗？今天孩儿就做一次主给父王看。我只要先生平安出城，事后父王要杀要剐，我曹昂一人担着。啊！反了！反了！反了！子莲，去调集拱卫营进城。父王不必麻烦了，孩儿已接管了4门，叔父他出不去的。哇，看来这些年跟着你先生还是学了一些东西。博平、杜甫接先生出城。别急了，你也不想想，你先生是什么人，对付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动手吗？父王就是父王，永远也比孩儿谋算得更深远。这么看来，你要动先生，只怕不是因为钟繇的话，而是心里早就有了这个念头了。姑今日就是要告诉你，这天下到底是由谁做主。行了，都别杵在那了，难看，让他们放下兵器，姑可免了他们的罪过，再赴云顽抗，3族可就免不了。县阵营的弟兄们，可愿与我并肩一战？你看看这阵势，今日你们有机会得手吗？父王，你还没赢，孩儿也没输。父王别忘了，典韦和许褚还在里面，有他们带路，我们未必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虾府距离北门1里路都不用，只要到了北门，这么多的弓弩手，就算是那2个憨货联手，也冲不出去。为了他一人，你拿着800县阵营的命在赌，值得吗？父王，这世间情义岂能用值得不值得去衡量？父王难道忘了当年在徐州城下的时候，你也是带着3万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冲入城里救先生？那时候父王怎么不问值不值得？好啊，姑答应放他离开，不过他的余生只能归隐漠北，有生之年不准踏入中原半步，否则姑不会在手下留情。子修，魏王已经答应了，放下先生出城，快让他们放下兵器吧。希望父王能够言而有信。你放心，姑说话是算数的。好，县阵营放下兵器。将他们全部押入天牢，听候发落。以后你要记住，无论什么事情，真正能够相信的只有你自己，懂吗？父王此话何意？等姑把他五马分尸之后，一定把他的遗骸送到漠北去安葬。父王，魏王，我这就去把虾人抓出来。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进去抓他？住！你耳背，听错了，令巡防营的人围定虾府即可，无辜命令不得进出。领命。
在座的某一个信众是谁，我就不点名了。劝你不要沉迷于四海赌坊，留一点银子给你娘子买件厚实些的衣服。昨晚他来听我讲佛，兴许是下了雨，看他冻得瑟瑟发抖。我一摸，2座小山都是凉的。你是怎么做人家丈夫的？教训完这些虔诚的信众，泽荣就打发他们快点走，怕是逗留的时间太长，被巡防营知道了，估计够他喝一壶。P 公子啊，你这么巧啊！左红炉不必紧张，我也是来聆听佛音的。不错啊，听了你的礼佛，我觉得心里一片宁静。不过嘛，我父王3令5申不允许你在许昌城礼佛，今日你自己礼佛就算了，竟然还召集了几10人在这讲佛。对了，父王好像说过你若再犯，人头落地是吧？公子千万别，在下一生命运多舛，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日。公子若将此事禀报魏王，在下就活不了了啊！这事要搁以前他是不慌的，可现在曹昂入狱，虾仁被禁足，他在许昌可以仰仗的人都在一日之间失去了。放心吧，我若真有意加害于你，刚才你礼佛的时候就带兵冲进来了。哦，公子真的愿意放在下一条活路？你打算让我这么站着跟你说话吗？不敢。来，公子请里面吃茶。P 公子年纪轻轻就成为了魏王的左膀右臂，实不相瞒，在下第一次见到公子就看出有一道灵光从你的天灵盖喷出，这便注定了 P 公子将来必为人上人。在下3生有幸能跟您一起吃茶呀。大红炉你才智非凡，有一件事我不解，想听听你的意见。请公子示下。你说这未来的世子大位会花落谁家呢？魏王这些年一直把大公子带在身边，显然是有意培养他接位的。可是兵变一事让魏王的心都寒透了，莫说是大位了，能不能活着离开天牢还得看魏王的心情。诸公子中只有 P 公子你聪慧过人，坚韧不拔，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将来也只有 P 公子才有机会从魏王手中接过大位。这只怕也不一定吧。父王膝下子嗣众多，而父王如此盛名，立世子这种大事必然是以才华为先的，花落谁家犹未可知。公子这就低调了。如今这许昌城内，谁不知道公子为魏王取铜雀之兆，建高台之威？魏王早晚是要在那铜雀台上登顶的，这份功劳，诸公子谁可与之相比呀？假如真有幸接位，不知大红炉是否愿意诚心辅佐呢？承蒙公子不弃，无论是上刀山下油锅，我左荣绝不皱一下眉头，请公子吩咐吧。就在曹丕将计划和盘托出的同时，一张帛布送到曹操的案台上，扫了一眼帛布上的名录，看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让他心头一紧。难道为了儿就一定要牺牲丕儿吗？到底是姑做的事情让他动了心，还是他本来就权欲熏心，决意这么做，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事难办啊。过了3天，廷尉司奏报西川刘璋拒不奉旨到许昌任职，有悖逆不臣之心。老曹表示要亲自讨伐这最后一个州。钟繇、陈群等人提议由曹丕接任处理日常事务，可最后老曹却做出了让众人瞠目结舌的决定，继续由曹昂接任，准他戴罪立功。仲达先生怎么看这事？公子，我有一言，若是说错了，还请公子见谅。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有什么都可以直说无妨。在下想请公子停下计划。如果我没猜错，这盘棋一直都是魏王在下。怎么说？在都城之内兵谏，这么大的事，可大公子进去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出来了，这是其一。其二，虾仁的身上被盖上了欲去西川自立的帽子，竟然只是被幽闭在府中，难道你们都不觉得奇怪吗？所以我猜想，这一切的安排都是魏王在敲打大公子，其目的就是想快些让他改头换面，这样才能稳当的从魏王手中接过大位。曹昂出狱的时间确实是早了一点，可这并非不可解释。至于虾仁，他始终觉得曹操嘎他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司马懿的话并没有说服曹丕，甚至连陈群和钟繇都觉得是他想太多了。
好，就算如你所言，那既然要敲打大哥，就应该把戏做足了。为何不让他在天牢多待些日子？布了这么大的局，如此草草收场，可不是父王的作风。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在下没看错的话，魏王这是在救你啊！我能有什么事情需要父王救？他又如何救我？公子啊，泽荣是大公子的人，魏王知道你接近他，自然能猜出你的夺嫡之念。魏王不会允许你生出这样的念头，也担心你有了这种念头，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那样的话，大公子以后上位必然会找你秋后算账。所以他把大公子放出来了，就是要告诉你，大公子才是他的继承人，你不可再做任何不利于他的事了。难怪众人举荐我接替父王处理王府日常事务的时候，父王会一口回绝，反而将天牢里的大哥放了出来。曹丕是越想越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现在至少是需要先蛰伏下来，再伺机而动。此事容我再想一想吧。哥哥，来啊，抓我呀！嘿嘿，我还带不住你。哟，哪位娘子肚子这么大？玩得挺花啊，这些日子姑都快烦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倒好，看你姑就来气。魏王来了，怎么也不让人通传一声，你看这多尴尬，快请坐吧。有事啊？听你这话的意思，没一个别留，顺手都给解决了吧。姑也是这个意思。还有泽荣，他是个聪明人，应该不会跟二公子有什么，先等等看。好吧，姑准备亲自征讨一周，你随姑出征，收复一周后，你爱去哪里，姑不拦你。啊！魏王，这一周现在……姑不是在跟你商量，是来告诉你而已。你若不答应，这许昌城啊，你这辈子都出不去了。在下奉命。快来人啊！有刺客！刺客！大刺客！站住！快！
你是何人？敢跑来都城之地行刺朝廷要员？王月刚刚落地，迎面就遇上了这个让他心头一惊的男人。这要是一般人，他顺手就给解决了，偏偏来人是他动不得的人。王月快速逃跑，意图借助夜幕隐身。曹昂在追了3条街后，便跟丢了。此人能绕过城里的巡防营，前身到中府刺杀，剑法如此了得。刚才看到我的时候，眼神里露出的明显不是惊恐，而是意外，加上对许昌城如此的熟悉，难道是他？大哥，你提着剑干什么？在中府外发现一名刺客，追到了此地便不见踪影了。大哥看清楚刺客模样了吗？没有。进去一趟变得越来越陌生了，连跟我说句话都嫌累吗？曹丕回到王府，听说被刺杀的是钟繇，再联想到晚上遇到曹昂，若是他动的手，那就说明他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自己下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么一想，曹丕内心7上8下的充斥着不安。大哥还没睡啊？什么事？说吧。大哥，确实有一件事想请教。钟繇是你嘎的吗？不是，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没什么，大哥说不是，那肯定不是了。怀疑是我嘎的钟繇是吗？我没那个意思，别误会，我只是想问清楚一点。哼，竖起你的耳朵听清楚了，我曹昂要想动谁，别说是区区一个钟繇，就是这天底下也没有我动不了的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劝你以后最好放老实点，把我惹恼了，就算是父王也救不了你。我说的。大哥，你误会我了，真的误会我了。滚出去！是，大哥早点休息，我走了。从这次试探曹昂的态度来看，即便钟繇不是他嘎的，他也是知道什么了。就算不为夺嫡，为了保命，也该把已经停止下来的计划重新启动了。公子，真要是如你所言，大公子上位后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为了大伟，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命，都该让卓荣出手了。司马懿也意识到了这艘破船在漏水，如果不加以干涉，这艘船上的人都得淹死了。对此他没有再反对。公子一定要动手的话，需要改变计划。你说吧。这次的计划只能针对大公子，绝不能把下人牵扯进来。此人与魏王的交情已经超出预料，接下来我们等魏王出征1周后再动手，否则以魏王多疑的心性，肯定能看透玄机。好，就按先生说的办。袁长已经死了，谁知道下一个会是谁呢？说不定。好了，别说了，现在只能赌一把了。
雍凉老窖却是又烈又快意，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会为你备好几坛子20年以上的雍凉老窖，等候军师前来品尝。哈哈，好，必不负有为将军之约。这一夜，大家畅谈着过去一起上阵厮杀、九死一生的惊魂回忆，也回味着虾人奇谋之下一战成名的快意。诸位，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天亮之后，你们都要各自奔赴封地就任。愿你们的人生充满喜悦，未来充满光明。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善良，带着爱与和平。来，大家一起干了这杯吧！干了！征讨益州的3万大军从南门鱼贯而出，城门外国家。过这种话呀，太不公平了吧！黎妹妹，听这话有什么用？不如跟我学习技法，不仅可以打发时间，关键时候还能保护你的好哥哥。哎，就是啊，小妮子，你看你手无缚鸡之力的，万一遇上坏人多危险！哼，谁说我手无缚鸡之力？昨晚是谁求饶来着？我说的不是这个鸡呀！真是魏王要命过去。魏王有什么吩咐？益州四面皆是崇山峻岭，进军之路只有2条。第一是从荆州走水路，由长江逆流而上，入瞿塘关立足，徐图攻进。第2条路是最快捷的，从金牛道过剑门关，直逼成都。不过从张松这地图上看，剑门关之险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加上它北有利州，南有绵竹，后援稳定，是块难啃的骨头啊！怎么样，选一条吧，大军师。呵呵，那就走剑门关吧。剑门关的路可不好走，这地图上虽然没有画出剑门关的地形图，但从这批柱上来看，堪称是益州第一险。你确定要走这条路？确定，没有难度的仗怎么彰显我的手腕呢？随你吧。但姑告诉你，你要想着让张松随军打开剑门关的通道，这几乎不可能的。他若是如此被刘璋重视，也不至于生出了背反之心。哦，若是他能成功担任个军师或者主簿什么的，这事就有戏了。若是他没能随军出征呢？魏王忘了，我给刘璋备了一份大礼呢。为什么要选择最难走的剑门关？我在地图上已经批注得很清楚了，不应该呀。大才行事，果然是与众不同。看来他是有必胜的把握呀。可是剑门关的险要你我都清楚，就算是我们可以随军出征，打开剑门关的大门，曹军也根本攻不上去的。侯爷在信上并没有说要我们争取随军前往剑门关，反倒是让我们设法进入涪城，这又是为什么？难不成军师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在运往剑门关的粮草军械上动手脚？这也行不通啊！每次都御粮草都有上千兵马护卫，就算是进入了涪城，我们也无法近身。侯爷信上有没有说明进入涪城后需要我们做什么吗？没有，
唯一提到的就是要摸清楚运输队的行经时间、路线、护卫兵马。看来侯爷还是不信任我们啊。也能理解，且先按他说的做吧。翌日，议政厅内，刘璋将成都内的文武全部召集过来了。快马来报，曹操率领3万大军自许昌出发，从路线来看是前往汉中。看来张鲁这厮的确已经降曹了。诸位都说吧，我们施战适合，但说无妨。厅内众人面面相觑，私底下窃窃私语，看得出来还是有不少人倾向于降曹的，只不过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城破为死耳，请主公拨末将兵马，末将愿前往抵御曹军，誓死保卫益州太平。老将军壮志令人钦佩呀！主公，我益州有天险，莫说曹军才3万，就算是30万也休想入川。他曹操不是前往汉中吗？请主公拨末将5000精兵，末将愿守剑门关，不退曹军，誓不回转。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了严颜和张任带头，武将们一个个都嗷嗷叫的表态要与曹军决战。请主公放心，在下定会为主公筹措粮草，运筹后方，让将士们可以安心在前方作战。好，曹操入汉中基于益州，只能走米仓道和金牛道，令张任为主将，凌包为副将，率军1万入剑阁，令严颜领带兵2万入阆中。只要守住了剑阁和阆中，曹军就进不得我益州。末将领命。主公，涪城作为剑阁运粮的枢纽，也是不容有失。在下对那里的情况颇为了解，愿意为主公出任督粮。此举不仅可稳住我军补给线，亦可让涪城豪强世家们都看出主公之决心。有年有心了，令你为此次大战的督粮官坐镇涪城，务必要稳住各方民心。在下奉命。老曹领军赶到剑门关，众人看着眼前的雄关，亚麻呆住了。只见左右2山相连，山势绝险，飞阁通衢，而2山皆有100丈高度，笔直的岩壁，就连猿猴都无法攀登。怪不得说此地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种地形，哪怕是让泽荣来守，也能守得住。这条路可是你选的，你想办法吧。呵呵，费点时间而已。我已经让高顺带着县阵营去准备大礼了，不用担心。我倒是很好奇，这得多大的礼，能攻破如此天险？嘿嘿，请魏王拭目以待。请开始你的表演。我操！阁下何事如此惊慌？白虎摇过来，我目身内灾，生死道成空，魑魅抬棺材。你特么快说清楚，到底什么意思？穿越三国第99集。二公子，你怎么来了？哼，大鸿胪好健忘啊！我们不是约定过等大哥出狱就该动手了吗？怎么是看大哥最近春风得意，开始动摇了吗？不是，二公子，此时动手，那由谁来揭开这件事呢？由在下吗？我担心旁人未必会相信。再者说，我也不可能无端端的跑去大公子的房间啊。这些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准备好了棋子。此人说一句话，曹仁、曹洪他们肯定深信不疑的。果然还有后手，魏王的儿子还真是一个个都不简单啊。请问公子何时动手？5天后吧。好嘞，二公子您就瞧好吧。放心，你是我夺位的第一功臣，将来你得到的只会比你想要的更多。翌日，曹丕突然称病，每天到子午时分，全身疼痛难忍。说来奇怪，来了几波御医，也没瞧出所以然来。到了第5天，泽荣以看望二公子为由，偷偷溜进王府。祸事了，什么病都瞧不出来。魏王回来可别砍了我的脑袋呀！装的还挺有模有样的。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嘿嘿，事情都办妥了，我肯定要过来看一眼，不然他肯定会起疑心的。哦，不用跪着，这里也没外人，快起来。无妨，公子不必心疼我，我们所行乃性命攸关的大事，任何的细节都不要露出破绽才好。还是昨大鸿胪想的周到。接下来的几天，曹丕的怪病都在子时和午时发作，咆哮怪叫不断，声称有人用针扎他。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并且越来越严重。
每个月的初8是例会日，大家正在王府商议事情，突然听到一阵怪叫声，发现是来自曹丕的别院。二公子的病情似乎愈发的严重了，大公子何不带我们前去探望一番？这么多御医看了都束手无策，我们能瞧出什么？看二公子这症状，我倒觉得不似患了风症。常闻此话何意？莫非你看得出二公子症结所在？只是怀疑而已。这里没外人，有话直说。你们觉得这会不会是妖邪作祟啊？众人闻言，除了曹昂、郭嘉、贾诩3人表情古井无波，其余人皆是面露惊骇之色。这是不是妖邪，我们也无从判断啊，还是找太常和洽来掐一指吧。子修啊，眼下御医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莫不如试试看，终归是尽了一份心。有了曹家元老级别的人物开口，其他人也都众口一词，纷纷附议。好吧，传和洽。请开始你的表演。我操！何洽何事如此惊慌？白虎摇过来，我木身内灾，生死道成空，魑魅抬棺材。你特么快说清楚，到底什么意思？从卦象来看，二公子被妖邪缠身，命不久矣啊！快说，可有破解的法子？这个从卦象来看，这妖邪是被请来，再加上二公子的病症，在下大胆猜测，王府之内有人驱役妖邪，加害公子。你说什么？不是我说的，卦上说的，请公子派人彻查整座王府，只要找到了驱役妖邪之物，二公子的病自然就好了。混账！这王府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子修，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莫不如先搜上一搜，若是一无所获，再将这厮治罪便是了。是啊，子修，今天大家伙都在，不搜上一搜，只怕会谣言四起。好，若是搜不出来，便拿你试问。报，这是在大公子的床下搜出来的。事实上，在大公子的房间有这么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完全没什么问题。怪就怪在这盒子出现在他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子修，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解释什么？我曹昂要想嘎人，有的是手腕和办法，用得着使这种妇人手段。还是先打开看看吧。这42章经是什么书？嘿嘿，曹将军，42章经乃佛教至宝，日夜念诵可清净内心污浊，百邪不侵。想不到大公子也是一心向佛之人呀！我尼玛！子修的府院是王府最后一处，全部都搜查过了，不见你说的潜鬼之物，可见你妖言惑众，险些让我们误解了子修。还有何话说？我别看我呀，我们都被泽荣给耍了。大公子，这何洽好歹也是太卜，还是先行收监，等魏王回来再发落吧。不行，动手之前就已经说过，若是搜查不出，一定要用他的脑袋来维护王府的威严。今日不办他，以后岂非人人都可到王府搜查？公子且慢，事情尚未查明，怎可对朝廷太卜轻易治罪呢？刚刚说的是彻查了王府，如果一无所获，就治他妄言之罪。可如今并未完全彻查整座王府啊！你特么的胡说什么？我们是一间房一间房的查，一处都没有遗漏。我怎么记得二公子的别院好像没有搜吧？你念经念傻了是吗？难道子皇会自己驱役鬼邪来害自己？我也没说二公子有什么问题，你急什么？大公子呀，何洽毕竟是朝廷太卜，要治罪就不能授人以柄，免得无知小人在背后重伤，反倒是折了王府的颜面。在下建议大公子带着我们再彻查一遍二公子的别院，这样于内于外都有交代，不是？好，有道理。为公平起见，还是去一趟吧。你们干什么？子皇稍待，如今王府就剩下你。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我会回来的。虾仁和典韦、许褚缓缓地消失在了起伏不定的山坡地里。站在城头上的曹操却始终都没有挪开自己的视线。魏王起风了，回去吧。老曹没有离开，从清晨一直站到了黄昏。王悦也没再说一句话，静静地陪在他的身边。今夕是何夕？禀魏王，9月初6。记下了。一年，天下正是大定。6月13这一天，汉献帝刘协在铜雀台上宣读禅让诏书，至此延续了400年的大汉王朝彻底消亡。子尔魏王，昔者唐尧禅问于虞舜，舜亦以命语：天命不于常，违规有德。汉道凌迟，世失其序，降级震宫，大乱自昏，群凶自逆，宇内颠覆。在刘协朗声宣读的时候，曹操一步一步地沿着阶梯走上铜雀台，待大汉最后一位皇帝念完禅让词后，双手捧着被刘家传了23代的传国玉玺，恭敬地递给了曹操。臣等拜见陛下。朕上承天命，皆为大同。即日起，立国号为魏，改元景文，建都邺城。吾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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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发布登基第1诏，即日起，见青刚健如朕亲临，执剑者可在大魏国行专擅之权，斩杀无罪，调令3军。
臣等奉诏。大家心里都清楚，曹操要赋予权力的，并不是这把青钢剑，而是执剑之人。宣诏过后，曹操便开始封官大典。曹昂立为太子，献帝刘协为山阳公，郭嘉为丞相，贾诩为太尉。景文初年，曹操大赦天下，修身养民，减免税赋，开渠通河以利民。景文2年，镇北将军张辽追杀鲜卑千里入大漠，亲手嘎了科比能。景文3年。好，哇，